刚刚黄牌35万8，要不他长得那么帅，身上没有那么销魂的话，那他应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吧？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骑车啦。很多年前我听说过，每个骑士心中都有一台 Scrambler， 浑圆的大灯，粗犷的线条，放肆的姿态，以及 Scrambler 的终极奥义。 上绕的双出排气管，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带点野性，跟满载着浪漫，可谓心若不动，非男人。What？ 你还没心动吗？哦，那就必须仔细复理几列他的声浪，拨动几列你的心弦。 我想，这就是 Scrambler 最迷人的地方。若是单缸的话，它的声浪也足以让人沦陷。对了，还要介绍，这还就是意大利最帅的诠释 Fantic Cabriolet Scrambler 500。其实，在我心中哦，最完美的 Scrambler 车型还是凯旋的 Scrambler 900。所以，其实单论这台 Fantic 的外形的话，确实挑战了一些我对于 Scrambler 这款车的理想模样。毕竟 Cabriolet 为了把骑乘体验现代化，所以它有些配置哦，已经跳脱了老派 Scrambler 的框架，像是车头下方显眼的金色倒立式前叉与银色的 CNC 三角台搭配起来，就有点跳脱复古的既定印象，带点摩登的感觉。然后，它还舍弃了双枪避震，打开了单枪中置。 就这两点去乍看，它给我的印象哦，就不只是那么单纯的复古导向。但说起来也神奇的是，这些现代元素放在这台 Cabriolet 车上，仍保有那一份经典复古的韵味。正因如此，以我身边来看的话，它反而多了一种属于这个时代 Scrambler 的味道。除了帅，真的没什么其他好说的了。而且我这是真的也没什么其他好说的，单纯呢就想回台 Scrambler， 跟它去好好摔一波。 哇，刚刚那3道真是稍显紧绷啊！不过我觉得它的连续弯道表现还不错，转向非常的轻巧灵活。别看这台 Cabriolet 500外形复古的，它可是标配了 IMU 惯性测量平台，所以它有弯道 ABS， 再加上150公斤的车重，以及还算紧实偏窄的车宽，在连续弯道左右倾角切换的时候非常好拿捏，真的非常的好玩。现代化的前后悬吊配置。 也算是赋予它更加符合大众的骑乘需求，而且它的轮胎出厂就配置了高级货，便利利的 Scorpion Rally SDR， 是为了极致的 Off-road 吗 ？No，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为其他车款换过这组轮胎，我认为这轮胎的主场正是这种绵延多弯的山道。它在柏油路的抓地力还有那个倾倒反应哦，其实湿滑道会让你忘了它是全地形态。 我认为 Cabriolet 会如此的灵活，这轮胎的寻奇表现呢，我就占了一个很大的部分。简而言之呢，这台车骑起来最迷人的地方，并不是它有什么性能特别突出，而是我骑起来就是觉得没有地方让我觉得突兀。We
OK， 耍了那么久，帅话也说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认真一点来分享我对 Caballero Scrambler 500最直接的骑乘心得，还有它的优缺点。首先，一如既往，骑 Scrambler 真的是一种很享受的体验，当然也包含这台500。虽然是单缸，但它的声浪依旧符合我对 Scrambler 的期待。论操控方面，真的没话说，悬吊调教偏舒适，但无论高速或慢速下的压缩回馈都很稳定，前后刹车制动力表现都在及格之上，刹车距离都能掌握在预期范围之内。但前刹拉杆的手感，有点飘然的感觉，就是右手拉刹车杆的力度与刹车制动力的回馈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微妙，有一种没有同步的感觉。另外，这台车的离合器拉杆，几乎在快放完的时候才有动力衔接感。这对于挡车新手起步的话，可能会有点挑战。顺带一提，它老哥也是双缸 Caballero Scrambler 700，从起步就离合衔接清晰，动力输出也绵密扎实到底，声浪也是在有够销魂。不知道这声浪大家有没有熟悉的感觉？没错 ，Caballero Scrambler 700搭载的正是 MT-07 270度曲轴的 CP2 并列双缸。哇，Fendt 跟雅马哈竟会有如此的连接，这世界多么的奇妙啊！总之呢，画风先回到 Caballero Scrambler 500先，相较于老哥700、500，搭载的是 Fendt 意大利自制引擎。我感觉它低转约3500转以下的时候，动力输出会有点不连续。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感觉，大概要超过4000转才会进入到真正的扭力甜蜜带。这一颗大单缸可以说是非常有个性，转速越高反而越顺越好骑，而且手把震度出奇的低，低到什么境界呢？我甚至觉得声浪带来的震动感都比把手还要来得明显。重点要特别注意的是，42牛顿米的扭力以及不亚于 KTM 狂暴动力输出的特性，再配上150公斤的车重。油门过上去拉转的时候，千万切记要身体重心往前，然后抓稳把手，因为它的加速力道带来的拉扯感真的超级暴力。这台车的拉转过程真的是非常酷的体验。最后，我想回到我一开始说的，每个骑士心中都有一台 Scrambler， 它是一种情怀，一种浪漫。我认为 Scrambler 就是很单纯的把骑车很帅这件事情做到非常的具象化。至于售价35.8万这部分，再加上 Fendt 在台湾本来就不是主流品牌，甚至算是冷门陌生，而且在台湾这个市场里，这个价格老实说，第一时间似乎是会让人先皱下眉头。但撇开售价，只论外形气质的话 ，Caballero Scrambler 500在台湾对上同级的 Honda CR Street 以及凯迪 Scrambler 400之中，我真的认为 Fendt 还是造出了我心目中最符合 Scrambler 该有的样子，那种放大不羁的气质实在太强烈了。OK， 反正呢，有时候骑车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帅就够了。我是凯斯，今天影片就先这样子啦，我下次有时间的话再继续给他帅一波，拜。